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甜美绝伦的袁冰妍气质显着，可辣可甜。袁冰妍，1992年7月17日在上海被带入世界，中国内地影视艺人。袁冰妍的作品细腻而博学，如《老九门》中的小姐江夜中的莫珊珊。一场大范围的合奏剧的传递，让袁冰妍的画面逐渐被人理解，她作为一个闪闪发光的新人脱颖而出。经过相当长的录制，每场演出都会有感叹，包括现在大热的琉璃。身穿淡粉色长裙的她精致亮相，满满的纯真，甜而不腻。在图像中，她对着灯光咧嘴一笑，或者坐在充满日光的窗户旁，抱着膝盖。简约而不显臃肿的蛋糕裙带来全新的丰富面，显得更甜美。搭配银色条带高跟鞋，环境精致却不失范。新奇、光之洪流和美味。身穿时尚的白色绑带连衣裙，精致可爱，甜美活力。扎实的百搭搭配彰显了淑女的绝对魅力和设计感，黑色长直发彰显复古风范。袁冰妍挑了这件基本款的红色连衣裙，主要的视觉印象是优雅迷人。亮眼的皮带扣和颈带重复了它，为复古风格增添了复杂和多余的感觉。一件简单的米色连衣裙看起来既尊贵又精致。小 V 领的设计以细颈为特色，无袖款式展现白皙纤细的手臂，纹理充满包裹，带来精致迷人的倾向。搭配上几款浓浓的色调，彰显个性和格调，整个造型立马有一种年轻可爱的小姐姐的感觉。纤细的臂带呈现出整体上优秀的装饰性，更显女性化。一身纯色的深色连衣裙，一开始可能显得有些普通，但袁冰妍的高贵气质真的很擅长将她的整体画面简单而妖娆。长长的卷发和红唇的出现，让她看起来很兴奋，而她故意将头发拖到耳后的计划，也为她的照片增添了一种时尚感。整装就很吸睛，一堆格纹造型基本轻松，连体裤造型修长显高。上衣就像衬衫和运动衫，只有最后2个纽扣，领口可以露出一件白色套头衫，有层次感。打底是短裤的形式，勾勒出2条细腿，内搭一双泡泡袜，比毒袜的腿还要长。03成为美学，程毅和陈翔就像是小菜一碟，3个字符都没有到期。一开始我们觉得沉香如出一辙，基本上算是一个不错的完成了，没想到编剧对风格很有热情，给我们送来了一大堆巨幅画面和巨幅横幅，没有给应远和严丹一个像样的收场。在大结局中，程毅饰演的3个角色都没有出现应有的表现，其中大动作的应远在最后一战中为平民献出生命。应远含蓄地站出来，决定去救普通百姓，于是应远又放大了情况，自取其辱。对于这次的圆满，有些人是很满足的，真切地回答了程毅的话。这部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一点都不带点暖意，一点也不冷酷的故事，有一种发展和义务感。长大了，所以他剧迷们都老了。非常感谢陈翔让30多岁的人恢复活力，渴望亲情，也感谢创新组贡献了如此平衡的感觉和东方风格。图像的每一个边缘都非常惊人。截至目前，或许对于年轻人来说，爱情是双向奔跑，不分对错，不讲道理，是一个感字。但对于工作过的大人，爱情在某些情况下应该估计在一些前提。而在沉香如碎花中，看个人也是在监控严丹。由于严丹，应远需要保护个人。这一次，严丹并没有觉得应远抛弃了自己，他从一开始就认真到现在。他看在严厉的顾虑，所以毫不含糊地决定帮助应远前行。不得不说，对这对夫妻的感情既可悲又可叹。然而，在某种程度上，该节目的时尚电韵过于完美。刚开始，程毅扮演的统治者因为灾难不得不断线。唐周之后便身为猎兽人，20岁就因为他所承担的义务而被终结。
少年的命运无论如何化作玄夜修罗王都逃不过劫难。最终，当他恢复到他独特的性格时，他实际上需要投降自己来拯救个人，失去我对永恒的崇拜。虽然形势普遍庞大，但大家需要看到的只是爱情。这样无数追剧的狂热者难免会觉得静下心来很难。无论如何，这出戏也有精彩的一面，比如程颐饰演的玄夜修罗王和应元两个职业是父子，之后两人也同样经历了存在的交流、放手、负气，无始无终。生命的意义有一个时期的断点，有一个终点，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才能想出任何一点的联系和价值。说白了就是修罗最后的王残魂终于被儿子打动了，心却被打结，彻底没了。但是同一张脸，不同发色喊儿子，怎么看怎么搞笑。因为沉香四渣的火爆，作为男主的程毅也去扫楼了，现场遇到人山人海，很多人举起手机互拍对方的俊脸，但如果你都在现场，恐怕会是这样吧。看看下面程毅的侧脸，这么小巧玲珑的脸蛋，白皙的皮肤，浓密的头发，谁看谁不糊涂，真的太好看了，难怪剧中的男女装也分不出来，真是我的颜值太高了。背影也是高大威武，特别精神。虽然结局不好，但沉香四渣的设定还是有亮点的，不是追求盲目的他美学，而是写一首悲情的情歌。他的悲伤在于背景设定，而不是强行重逢。从一开始这两人就注定难以重逢，但对于只寻求爱情的小仙女来说，这就足够了。她一直想要的只是仙君的一个回应，一颗心，一个吻，这些都在两个人在学习爱情的磕磕绊绊的过程中，两人终于知道了对方的心意，并无怨无悔。有的人活了一辈子都不知道爱是什么，有的人即使只存在了一段时间，也知道自己也是完整的。人生的意义大概就在这里，不是长短，而是从内涵上来说。期待杨紫和程毅能有两对，最好是一部现代剧，补充前世今生的美满结局。03沉香四谢会外播，应元成的燕潭全职写剧本，于末当了爷爷。电视剧《沉香市的碎碎念》大结局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不得不说大结局真的都是逼力。应元、燕潭、玉墨、玄翔联手对抗桓钦，结果桓钦差点被算死，陶子琪将他救下，死在了他的怀里。而玄翔、刘未央是眼睁睁地看着陶子直惨死在自己面前，心灰意冷，最后夺取万魔之眼，重伤桓钦，自己也惨死。桓钦逃走，应远在设局想杀他，可惜在施法期，应远和桓钦各用的手段却无法相助，应远被疏落激活血脉，想和桓钦一起死。然而后来燕潭出现，想要与应远生死相随，最终应远逃出魔乡，桓钦死在了魔乡。然而应远因为对疏落血脉的失控，差点杀了燕潭，被苏醒后，他选择了自杀。燕潭眼睁睁地看着应远死去，他也不想活了，便挖出自己的心，化作花瓣消散。可以说，这部剧的结局异常虐心。燕潭、应渊双双下线，宣翔也死了，就连冷江也惨死，这让很多人对编剧很失望。但这真的是结束了吗？答案是否定的，优酷已经给出了答案。优酷的海报以及某音上的账号都有给出9月7号，也就是下周会有彩蛋播出。这彩蛋的内容可以说番外的形式和大家见面。从花絮来看，这番外的内容是非常精彩的，其中严旦和应渊复活，这一点相信大家都能猜得到。不仅如此，两人还会大婚，弥补缺憾，并且两人还生下了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名字叫做狗蛋，也就是两人在的牙的时候梦境中生下的孩子一样。不过这两位的孩子生下之后却做了甩手掌柜，沉睡百年，而于墨则沦为了两人孩子的奶爸。带娃的于墨实在是可怜。至于应渊，在醒来之后自然不可能继续做帝君了，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责任，想要守护严旦，于是他去做了一个土地公，地点就在牙栏山。这回他可就幸福了，不再有那么多的责任，可以一直和严旦在一起，这一点是令人很满意的。
那个凡人唐周再一次回来了，而不是那个高高在上够不到的青离应渊帝君。至于颜旦，则还在追梦，他一直立志成为画本大师，而这些年这些经历足够精彩。不管是还亲也好，亦或者裴洛和将臣，还是玄香和陶子气，亦或者是他自己和应渊，人世间的八苦他都尝了个遍，这些都是他创作的灵感，让他成为了画本大师，名动天下。可以说最后的彩蛋还是非常幸福的，至少应渊和颜旦这一对算是比较令人满意的。至于其他人目前还没有消息，期待后续彩蛋出来之后给大家分享更多内容。